俄羅斯曾經用能源作為槓桿，在歐洲市場上掌握了定價的話語權。現在呢，管道向東延伸，中國成了俄羅斯天然氣最大的買家，但是價格呢卻一直在下降。曾经可以決定歐洲整個冬天的議價權到哪兒去了？大家好，我是謝飛啊，歡迎來到今天的謝飛觀察。在2022年的俄烏戰爭爆發之前啊，這個俄羅斯呢向歐洲輸送這個管道天然氣的最大數量已經超過了2000億立方米。那它這是這個名副其實的歐洲主要的能源供應國。制裁呢不斷落實之後，經過烏克蘭的輸氣管道在2024年底合同期滿之後完全停止運行，每年的大約150億立方米的輸氣量也就此消失了。到了2024年為止，流入歐盟的这個俄羅斯天然氣呢只有大約450億立方米左右，那只佔了他們這個鼎盛時期的一半不到。2026年1月呢，歐盟的27個成員國呢以24票贊成、2票反對通過了該項的這個禁令。根據這個新華社的消息最初呢不超過2027年初，歐盟呢會對來自俄羅斯的液化天然氣進行全面禁止。那在同年的秋天之前呢，会把这个对管道天然气的限制也實施到位，並且對於違反規定的企業將會處以至少4000萬歐元的這麼一個罰款。到那時為止俄羅斯向歐洲輸送管道天然氣的這個管道到這個2028年基本上就會被徹底被這個切斷。土耳其呢本溪管道的方向因為輸氣能力上限土方呢還在不斷的擴大進口來源，那麼所以呢俄氣在這個方向上的這個增量空間就很小了。歐洲市場萎縮，土耳其方向見頂，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這個俄羅斯呢向東方轉移的壓力驟然增大。你看中俄的這個東線天然氣管道呢，於2029年開始輸氣，供氣量逐年增加，到2023年約為227億立方米，2024年呢約為這個310億立方米，2025年就達到了這個設計的最大輸送能力，每年380億立方米。遠東的線的這個管道建設呢正在進行當中，預計在2027年開通，初期每年呢多向中國呢輸送天然氣100億立方米之後呢逐漸提高到120億立方米。2024年的9月在北京簽署了這個商業協議之後呢，中俄雙方把這個東線合同的量由原來的380億立方米呢擴大到了440億立方米。兩條線路加起來的話，在這個2027年的時候，對中國的供應的天然氣量可能達到接近450億立方米，在2029年的時候可能會超過520億立方米。你看，數量在增長，當然價格卻在下降。根據莫斯科時報呢援引俄方的這個數據，在2024年，這個俄羅斯呢向中國管道的天然氣的價格呢是每千立方米267.6美元，而同期呢向歐洲和土耳其的價格呢大約是376.9美元，兩者之間的這個差價超過了100美元。到了2025年，對華價格呢已經降到了每千立方米247.3美元，並且折扣也擴大到了大約39%。彭博社援引俄羅斯經濟部預測稱，到了2025到2027年間，對華銷售價格會繼續下跌，但是對歐洲出口的價格基本保持穩定，因此兩國之間的價差將會越來越大。俄羅斯方面呢主動公布出的這個低價的預測，其中所包含的意思也不難猜測出來，既是對中方的一種合作的信號，又是對擱置已久的中蒙俄天然氣管道這個項目的談判進行預熱，期望呢通過這條經過蒙古國每年呢可以向這個中國多輸送大約500億立方米天然氣的大管道，來彌補失去歐洲市場的損失。那麼這價格的策略的背後，我想更深層次的邏輯就在於俄方試圖重構其天然氣出口格局，在歐洲市場呢持續萎縮的背景之下，加速向東傾斜已經成為了一個不可逆的趨勢。而中方呢，則憑借着日益增強的議價能力與多元化的能源進口的渠道，在談判當中呢佔據主動。這個蒙俄管道呢，如果能夠落地不僅能夠強化中俄
能源的枢紐，也可能呢重塑区域天然气定价的机制，那就使得中国呀在这个亚欧能源版图上的话语权进一步的提升。简而言之，目前俄羅斯的情況就是歐洲市場已經定局，而液化天然氣的出口因為受到制裁而無法擴大數量，所以呢只能通過管道天然氣向東運輸來彌補缺口。但是啊，這個路線上，議價的權利並不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中蒙俄管道談判一直都沒有實質性的進展。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價格上的分歧嘛。另外呢，還有就是盟友國過境費如何分擔以及項目的融資方式等等問題。任何一個環節沒有達成一致，都會影響到整個的進程。中方不着急啊，目前東線管道呢還在這個爬坡階段，進口的配額還沒有達到飽和的狀態，所以這個談判就可以慢慢的進行。而中方這個談判的優勢則是多方面的。我國的天然氣的這產量已經連續8年每年增長超過100億立方米，在2024年達到2463.7億立方米的時候，自給率不斷提高，進口渠道呢就包括了這個中亞管道緬甸管道和來自澳大利亞、卡塔爾的液化天然氣等，沿海超過24個這個接收站組成的靈活補充網絡。任何一個單一來源都無法起到實質性的封鎖的作用。風電和光伏這個裝機容量的增長速度越來越快，並且呢正在逐漸的取代一部分天然氣電力的需求。那整個的市場的這個增速也是有所的減緩，從而降低了中國對於俄羅斯天然氣的一個迫切的需要。那麼從2023年開始國際的這個氣價就一直呈下降趨勢，全球的供應的面比較寬鬆，中方呢在這個價格上可以參考的依據要比以前任何時候都多了。那麼在衝突發生之前，俄羅斯呢擁有歐洲市場，並且可以對買家進行選擇。現在的情況已經相反了，俄羅斯需要主動降低價格，爭取呢中國增加購買量，才能夠勉強的填補掉歐洲市場的空缺。之後的這個中蒙俄的管道談判呢，就是這樣的力量對比最好的體現。決定最後結果的是談判桌上兩邊的人，哪一個更願意等待？好了，感謝收看今天的謝飛觀察，希望各位能點個關注，我們下期節目再見。